男人只是在尸体上捡到一个身份证，就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离谱的事情。他是谢子阳，他是老痒，我也是谢子阳，我也是老痒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是我杀了我自己。我杀了我自己！不可能！其实这个男人真的是谢子阳，不过他是被青铜树物质化的复制体，而面前这具尸体才是谢子阳本体。谢子阳原本是吴邪的发小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。由于谢子阳家里条件不好，毕业后和朋友前往秦岭挖宝，却没想遇见了神秘的青铜神树。在接触青铜树后，谢子阳拥有了物质化的能力。所谓的物质化，就是可以将想象中的人或物变成实物。谢子阳为了挖宝，不顾朋友劝说，进入古墓内部。随后被困古墓之中，饥寒交迫时发现自己可以将想象中的食物变出来。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这种能力越来越弱，于是想制造出一个复制体将自己救出去。可制造出的复制体却拥有他的记忆和独立的思维。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什么真的假的？我在外面，我就是真的，你是我变出来的。这个仿冒品、复制品、假货、冒牌货。复制体害怕本体出来后会杀了他，于是便将本体杀害，自己逃了出来。可却因为盗宝被判了3年。等复制体回来后，却发现自己的母亲惨死在了家中，具体怎么死的，宝子们可以去搜一下，保证会让你印象深刻。而此时的复制体由于时间久远，已经模糊了母亲的长相，于是他想起了发小吴邪，便将吴邪引入秦岭，想利用吴邪对自己母亲的印象，复制出自己的母亲。而此时的吴邪却还蒙在鼓里，还以为是老痒救了他，当即跟着老痒去找胖子，却没想来到了一间墓室。墓室的中间摆放着一口石棺，老痒对石棺产生浓厚的兴趣，吴邪却建议他不要乱动。可下一秒，老痒，肚子！这要是被拽进去就完了。吴邪干脆把脚用力一蹬，这才挣脱开来。可还没等他弄清楚周围情况，就被一棍子打晕了过去。等他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了起来。原来这伙人根据何木集的地图来到了这里，却找不到古墓的入口。梁师爷猜测入口藏在棺材下面，果然石板打开，里面出现一条漆黑的暗道。吴邪为了活命，只能帮他们去探路。另一边，胖子失魂落魄地寻找吴邪，直到看到怪鱼的尸体，这才意识到吴邪没有死，当即前去寻找吴邪。可就在路过一条墓道时，墙壁上雕刻的眼睛忽然动了一下，仿佛是在监视这里的一切。胖子忍不住退回来查看，还过分的用手戳了戳人家的眼睛，却没想里面飞出来一只虫子，只是眨眼功夫便跟胖子来了个亲密接触，胖子的手也红肿了起来。等他逃离虫子的攻击范围时，才发现全身上下都已经布满密密麻麻的黑点。这胖爷今天就交代这事儿了。眨眼功夫便趴倒在了石头上。此时一个黑影出现在洞口，背上背着一把古朴的长刀，来人正是他们的小哥张起灵。只是一会的功夫，胖子就恢复如初，没一会便来到一处悬崖边。是从哪儿下呀？啊？